己。沈婉儿，你怎么可以在我结婚当天勾引堂姐夫？打死你！穆言胜，你为这个贱人打我！沈云桥，我真正爱的只有婉儿。至于你，我他妈看到你就烦。堂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言胜哥哥娶你，只是为了沈家的家产，而且在你们结婚以后分给了他，所有的公司都姓穆了。穆言胜，我们在一起10年，你跟我在一起原来只是为了我的家产。沈云桥，要怪只能怪你傻呀。还有你的爸妈已经被赶出别墅了，他们就像过街老鼠一样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姐姐，你不要生气嘛，生气会伤身的，万一伤到了子宫可怎么办？这以后我可怎么用啊？什么意思？几年前，为了不让你发现我和言胜的关系，我堕胎伤了身体，这一切都是你欠我的。言胜哥哥，你能不能帮我把他的子宫拔出来，不要打麻醉剂哦？言胜不要，我求求你了，言胜，言胜，我求求你。妈。云桥，你知道吗？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你，期盼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我发誓，我会永远爱你，永远守护你。堂姐，想跑啊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怀孕了，你的子宫真好用。不让，你们不得好死！不得好死！沈云桥，你以为你还是家大小姐吗？你跟齐思景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到处找人？齐思景找我？走啊！我言胜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必会让你们血债血偿的！血债血偿？你知不知道？你现在你爸妈已经死了！我告诉你，你爸妈现在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，都拜你这个女儿所赐啊！我掐死你！我要掐死你！有机会了。爸妈，对不起，是我害死了你们。穆言胜、沈婉儿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爸妈，不要！不要！云巧，你没事吧？你做噩梦了？七七，我怎么在这儿？这是哪儿啊？云巧，不是你说你要去和穆言胜结婚，让我陪你去挑婚纱的吗？结婚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不是做梦，苍天有眼，我真的回来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穆言胜，沈婉儿，这一世我一定要让你们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下去看看。原来是沈小姐，刚刚是我的司机失职，一切维修费用我可以照价赔偿。齐思景，前世那个时候你是来救我的吗？可为什么？沈小姐怎么一直盯着我？难不成是看上我了？是啊，我看上你了。是啊，我看上你了。云巧，你不是刚才车祸把脑子撞坏了吧？还是你就是开个玩笑？我没开玩笑。齐思景，
下周3我大婚，敢来抢婚吗？云桥，显小姐不如去医院检查一下脑子，医药费我出。喂，谁呀？齐思景，明天我来抢婚，你会跟我走吗？有病吧？齐思景，只要当天你来，我一定跟你走。我不清楚前世齐思景为什么打那通电话给我，但无论他来不来，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再嫁给穆言生。沈大小姐，还真是很有趣啊。云桥，你刚才是不是脑子不清醒，才说出来让齐思景来抢婚的话？没有啊，我很清醒。那穆言胜呢？你们是全国最模范的情侣，人人羡慕嫉妒恨。你现在让他来抢婚，那穆言胜呢？他是什么？畜生！云晓，你回来了。叔叔阿姨，言胜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是言胜拉我们过来，特意想找2位亲家聊聊婚礼的细节。这孩子平时对我跟他爸从来都没有这么上心的。是啊，要不是他这么上心，将来怎么能吞并我们沈家？对了，亲家，其实我们这次来啊，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最近穆氏在搞一个电商项目，还想请亲家帮忙。将来都是一家人了，帮忙也是应该的。不知道穆氏需要多少？初步计算20亿，不多。可是据我所知，穆氏的电商项目需要投资的总资金也就20亿。言胜哥哥，穆氏集团是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吗？穆氏前不久是出了点问题，所以公司的资金都去做了填充。原来是这样呀。那爸，我们可得帮帮言胜哥哥了。言胜是你的未婚夫，帮他当然是自然的。我就知道沈云桥这个蠢货，稍微给点甜头就能被我耍得团团转。既然是借款，那不如我们打个欠条吧。那就谢谢亲家了。等项目盈利，第一时间这钱就还给你们。那穆叔叔，既然是借钱，我们还是打个欠条吧。云桥，我爸都说了，盈利就还钱，就不用打欠条了。可是言胜哥哥，之前其他公司找你借钱的时候，是你说的，工作上的事儿一定要公事公办，还是说是想赶着借钱的名义不想还钱？云桥，你这话说的就难听了吧？我们是借钱不还的人嘛。哎呀，叔叔，我是相信您和言胜的为人的，所以才要打欠条。项目呢，有盈利就会有亏损，这盈利了还好说，要是亏损的话可就难办了。要不这样，如果半年内没有还款的话，我们就按照市场的估值算，就拿穆氏的10%的股份作为抵押，到时候我再找个律师朋友做下公证。石玉桥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不就是向你沈家借点钱吗？你至于这么咄咄逼人吗？穆夫人，你这话说的是你们向我们家借钱，条条框框列清楚，不是理所应当吗？怎么倒成了我们云桥不懂事了？沈叔叔、沈阿姨，你们也别多心。我妈这人呐，心直口快，没有恶意。不过这10%的股份嘛，还是让人有点为难的。那既然如此，这个钱还是别借了。云桥，你和言胜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将来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你现在这么算计，那岂不是伤了你和言胜之间的感情吗？阿姨，这话可就说错了。这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。而且我跟言胜只是结婚，又不是沈氏和穆氏合并。我也相信言胜哥哥的为人，对吧？没错，就按云桥说的办吧，打欠条吧。沈云桥这个贱人，等你嫁进我穆家，别想有好日子过。云桥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奶奶，穆云胜不是什么好人，我想回去。云桥，怎么突然这么说？穆言胜欺负你了吗？告诉妈，妈去给你出气。云桥，爸和你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但是你做的任何决定，我和你妈都支持。只是贸然悔婚会影响你的名声，你可得想好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情。这辈子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。
今天沈云桥那个贱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故意当众让我跟你爸难堪。严胜，你不是说沈云桥对你言听计从吗？我也正纳闷呢。沈云桥一直都很蠢，对我说一不二的，可今天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。这些话压根儿就不像是他说的。会不会是他爸教他的？一定是这样，以他的脑子根本就不会说出这种话。我就知道沈家这两个老东西就是个祸害。我跟你爸今天可是受了气了，你必须给我教训那个小贱人。放心吧，我定不让沈云桥向你和我爸道歉。延胜哥哥，你这么着急叫人家过来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云桥，你做的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延胜哥哥，你这么着急叫人家过来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云桥，你这个事情是不是做的有点太过分了？你故意在你父母面前让我爸骂我爸回去就病了，现在还躺在床上。延胜哥哥，我对叔叔阿姨一向敬重的，而且今天上午我也没有说什么出格的话呀。我妈是觉得我们两个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还提出打欠条，是不是有点显得太生分了？你是不是真心想嫁人？要我说，你现在就跟我妈道歉，现在道歉？你也配？延胜哥哥，叔叔阿姨不了解我没关系，可你了解我呀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让你在我父母面前有好印象，以后沈氏有什么业务也能找到你。我这么为你着想，难道还错了？咱俩这婚不结也罢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怎么能说不结就不结呢？我去跟我爸妈解释一下，别生气啊。晚上齐氏开宴会，我好好补偿你，好不好？这个贱人怎么没以前好骗了？嗨，堂姐，这么巧，你也在。这里是齐氏集团的商务宴会，作为沈氏唯一的继承人，我不来参与，堂妹来带我参与的。哎呀，没有，堂姐，我只是在想，延胜哥哥。婉儿，莫言胜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还一口一个延胜哥哥的叫着，会不会不太好呀？堂姐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什么？延胜是我的未婚夫，你必须给我改口。云桥，云桥，我今天特意给你找个礼物，你看一下。我好喜欢呀，那你给我带上呗。好啊。穆言胜，前世你就是用这样的小恩小惠骗了我一次又一次，可惜这一次我再也不会上当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延胜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好呀？你是我未来老婆，我对你不好，对谁好？那延胜哥哥，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爱，穆言胜，你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也配我的爱？我一定会亲手送你下地狱。果然是个蠢货，一件礼物就高兴的找不到北。要不是为了哄住你，你怎么配我费心准备这些？沈小姐，你又是找我抢婚，又是和穆人生当众秀恩爱，我只是演给沈安婉儿看的。演给他们看需要报什么？为什么像是丈夫抓奸呢？带你看个好戏。延胜哥哥，你不知道，你刚才说你爱堂姐的时候，我的心有多痛。婉儿，你知道的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真的吗？延胜哥哥，你真的爱我吗？我真的爱你。怎么，嫉妒了？嫉妒？有什么可嫉妒的？巴不得他死死。沈小姐，不如咱们俩人试试。试试就算了，不过我有件事想让你帮我忙。沈小姐，你又是找我抢婚，又是找我帮忙，听起来我挺吃亏啊。如果这个事儿达成的话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尽量满足你。一言为定。好，那就看你的表演了。叶少，你去哪儿了？人家找了你好久。
刚才给合作商打过电话，赶就了。穆总，敬你杯。听说你和沈小姐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提前祝你新婚快乐。多谢许总。这看来穆总和沈小姐的感情不错呀。你的脖子上怎么有口红印儿啊？可能是刚才给你戴项链时不小心蹭的。严胜，我的头有点痛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小乔，麻烦。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是我家，我不在这儿，我不在。还是沈小姐想一度春风之后，爱上我。逗你的。沈小姐昨天晚上喝多了，吐了自己一身，我让佣人给你放门。那穆延胜呢？成了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不过沈小姐，我挺好奇的，你之前对穆延胜不是爱的死去活来，现在怎么变了？人是会成长的。穆延胜，你害死我全家，谋夺我沈家财产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要干什么？沈一桥，你结婚那天，如果我来的话，真会跟我走吗？会。云巧，你知道吗？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你，期盼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我发誓，我会永远爱你，永远守护你。太感动了，沈小姐可真是好福气啊！穆延胜，你的发言词甚至跟上辈子的一模一样。云巧，为了我们今天的婚礼，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，看看。延胜哥哥，你跟堂姐都要结婚了，你就不怕，你知道吗？沈云巧那个女生出青楼，我结婚前死活不容易，也有你让我舒服。我跟她在一块儿，只是为了利益她。是。关掉！马上给我关掉！云巧，你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。穆延胜，你真让我失望。云巧，我那天只是喝醉了，我爱的只有你一个人，你就原谅我好不好？只要你原谅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那你就跪下。你说什么？不是你说只要我原谅你，做什么都行吗？你让我当着这么多人面下跪？好，云巧，为了你，我愿意跪下。沈云巧，今日之辱，我一定要你100倍奉还。云巧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穆延胜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让人恶心？沈云巧，你是故意的啊！你一开始就打算让我下跪出丑，你也没打算原谅我，是不是？穆延胜，像你这种人渣，我根本就不可能嫁给你。像穆延胜这种人，我沈云桥是不稀罕的。我在此宣布，我和穆延胜的婚礼就此作罢。云巧，你这么做以后还有哪个男人愿意娶你啊？齐思景果然跟前世一样，没有来。即使没有人敢娶我，我也不可能嫁给像你这种人渣。即使没有人敢娶我，我也不可能嫁给像你这种人渣。云巧，婚姻是人生大事，你不要任性。爷爷，你也这看到了。婚事是沈穆两族长所定，严胜有不对地方，他一认错，你就要守约。爷爷，穆延胜婚前出轨这种事，你叫我原谅，难不成是因为你们老人定下的婚约，所以哪怕对方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，你也让我嫁吗？云巧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
我儿子就是犯了点小错误，怎么还上升成杀人犯了呢？这男人没结婚之前睡几个女人，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我呸！明明是你儿子婚前出轨在先，你还好意思在这儿给他洗白？穆夫人，脸都不要啦！穆夫人，出轨的是你儿子，受委屈的是我女儿，你当然无所谓。云桥是我女儿，她愿不愿意结这个婚，全凭她自己的意思。云桥，今日悔婚，我沈氏失许于人，颜面何在？爷爷，你这是要逼死我吗？云桥，你不给严胜下台阶儿，这种强势善赌的称呼传出去，没人敢娶你。谁说没人娶？小哥哥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你跟我一样生病了吗？你好像很不开心。小哥哥，这个送给你。妈妈说这叫平安扣，带着它们永远平安快乐。我现在沈月桥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小哥哥，我都已经给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们这么多年感情，你不能因为我一个小错误就转头嫁给别人呢。凭什么不能嫁给我？就凭我齐思景今生只有沈云桥一个女儿，我会爱她一辈子。我心好乱。明明只是做戏，为什么我心跳的会这么厉害？没事，小乔。大事，媒妁之言，我可以的，之命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行事，岂不儿戏？不，叔叔阿姨，没有提前向你们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是我这边准备了礼金8800万，别墅3栋，还有我们齐氏集团5%的股份作为婚前财产。虽然我的心很乱，表我的心意，叔叔阿姨还有。但是很清楚，尽管我不想错过你。还有我们齐氏集团5%的股份。齐氏5%的股份，那市场值可是上亿啊！礼金不在贵重，主要有心意就行。这桩婚事我们同意。穆总还不走？难道你要留下来祝福我们？沈云桥，你真打算嫁给他？你要是敢，你就别后悔。我不后悔。好，沈云桥，你给我等着。小乔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说过，我不后悔。哎，我们只是行婚，然后呢？所以只要保持夫妻的名分就好了。如果我不答应，那我们就去离婚呗。反正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属于任何一个人的，只能属于我自己。沈云桥，你早晚有一天属于我。你出去吧，我要换衣服。这是我的房间，我为什么要出去啊？那你最起码你转过去吧，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。那个，你帮我一下呗。行啊，先叫声老公来听听。那我可就帮不了你喽。老公，你帮我弄一下呗。来了，宝贝儿。松手。我们是夫妻，不应该来个早安吗？我在楼下等你，早上送你去公司。昨晚的新婚夜，你这一大早打电话就是为了问这个？我现在觉得齐思锦可比穆言胜强多了。穆言胜那傻逼在网上被人骂得狗血淋头，穆氏一夜之间亏损上亿，别提多解气了。这只是刚开始而已。
严胜，我们穆家可从来没有爆出过这么难听的新闻。现在穆氏股市下跌，损失惨重。沈云桥这贱人最近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变化特别大。以前他可是对我百依百顺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要尽快解决穆氏危机。爸，你放心，沈云桥估计也是一时赌气，你等我去劝劝他，他肯定会乖乖听话的。等我把沈氏弄到手，我定让他生不如死。喂，云桥，我想跟你谈一谈。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。云桥，我们好歹这么多年感情，你就连一次赎罪的机会都不给我吗？我只是想见你一面。那就见吧。好啊，那我一会儿去接你吧。不用，地址给我，我晚上自己过去。我倒要看看，你还能耍出什么阴谋诡计。喂，穆言胜，我还有事情没处理完，等会儿才能下班。喂，喂，是你啊？有事吗？原本是想要请沈小姐一起吃晚饭，但沈小姐似乎已经约人了。是穆言胜有事找我谈。你跟他见面，还非要约在晚上，单独？因为我白天上班，只能晚上呀。齐思景，你在听吗？齐思景，没事了，祝沈小姐用餐愉快。这人抽什么风呀？该死的沈云桥，等了你2个小时了还不来，存心耍我是？公司事情有点多，我来晚了。没关系的，云桥，我等你多久都愿意。他家请牛排还不错，淋上蘑菇酱，非常好吃，尝一下。我对菌类的东西都过敏。穆言胜，我们谈了这么些年，我对什么东西过敏你都不记得吗？我当然记得，我只是光顾着跟你分享美食了，一时忘了而已。说吧，今天叫我来要做什么？云桥，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道歉，我们还有机会和好吗？穆言胜，看来你是真的记忆不好。我结婚了。可我知道你是赌气才嫁给他的，云桥，我不在乎嫁夫人。我是真的，很真心想嫁给齐思景的。你说什么？思景给了我一场盛大的婚礼，他不仅温柔体贴，还对我百依百顺的。穆言胜，这么说来，我还要感谢你呢，让我能够遇到这么好的男人。如果说你今天来只是想找我复合的话，那我觉得大可不必了。我对我现在的生活还有我的丈夫都很满意。没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云桥，我知道你在说气话，你曾经那么爱我，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快变心的。穆言胜，穆言胜，齐思景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来做什么？我来接我妻子。你不过是趁虚而入吧？我和云桥才是青梅竹马的感情。青梅竹马怎么？云桥现在是我妻子。再说，你怎么就知道我认识她一定是在你之后？穆言胜，我警告你，再敢这样，我介意废人。该死！沈云桥这贱人死活不松口，那穆氏该怎么办？干嘛？你要去哪儿？放开我！你也扛我吧！放开你，放开你，好让你跟穆言胜拉拉扯扯是吗？沈云桥，你究竟是蠢还是旧情未了？穆言胜给你打个电话你就过去，今天要不是我过来，你是不是打算旧情复燃？
我又不知道他会突然翻脸，有什么可气的呀？我今天就不应该在餐厅门口等你。好疼呀！又怎么了？可能是医生抓的吧。活该，谁让你土生土出？我只是想看看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虽然我们2个人只是行婚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在婚期给你戴绿帽子的。这你放心了吧？还有呢？况且我跟穆言胜之间还有很多账没有算清楚。我的妻子还惦记着前任，怕是对他余情未了。余情未了，我恨不得把他挫骨扬灰。喂，妈。好的，我现在回去。走，跟我回家看一场好戏去。我回来了。云桥，你一会儿去给婉儿道个歉。我凭什么给他道歉呀？你在婚礼上闹一出，你妹妹的秘密相片现在满大街都是，你把她的名声都给毁了。爷爷，你跟奶奶是不是有点太偏心了？明明是沈婉儿在我的新婚当天跟她的堂姐夫滚到了一张床上，她自己都不知道廉耻，凭什么说是我毁了她呀？婉儿是你妹妹，就算她一时糊涂，你也不能毁了她呀。再说，你闹了这么大的丑闻，会对沈氏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？老爷子，老爷子，您这话说的就不对。自从我和小乔结婚以来，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褒奖我们，齐沈两家的股市还上涨了不少，所有人都说我们般配。我们沈家人说话，没你什么事。小乔是我的妻子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她。齐思景，你别以为你是齐家的总裁，就可以跑到我们家来耀武扬威。我们夫妻一体，我家就是他家，在自己家有什么不能说的话？你这是想气死我呀！反正我也管不了你，我也不管了。可婉儿不能白受这么大的委屈，等明天就让她到沈氏去上班。原来闹了这么一出，目的在这儿。好呀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看我干嘛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思考刚才你说的夫妻一体。你都帮我解围了，我要看着你被责骂无动于衷的话，我还是人吗？那既然你说我们夫妻一体的话，云桥师姐，你们帮我找到了什么好东西？是，这是云桥小时候的照片。那我可得好好看看。你相册里还放着穆言胜的照片。你相册里还放着穆言胜的照片。没了。这是云桥和思景。小时候，有一年我爸生日，你们来参加我爸的生日宴会，当时你就在后花园里走丢了。小哥哥，你能不能带我去找我的爸爸妈妈？我帮你找到你爸妈，你只能报答我。不如你长大跟我当媳妇儿吧。好。缘分这东西真是奇妙，你们两个兜兜转转，长大后竟成了夫妻。所以前世齐思景来救我，是因为小时候的一面之缘。老婆，你怎么进来了？出去。咱妈让我睡这儿。那我现在要换衣服了，你总可以出去了吧？你换呗，我又不是没见过。你厉害。那我出去。哎，你别走啊！
害羞呢？我害羞？这可是你偷拍送的。沈云桥，你这个贱人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！喂，延胜哥哥，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，我还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呢。傻瓜，我怎么可能不理你呢？你也知道，最近穆氏丢了不少项目，股市大跌，我最近也忙得很。堂姐也太狠心了，她一点也不顾及往日的情分，她这是往死了逼你啊！她只是嫉妒我爱你，才故意报复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也不用委曲求全的娶她了。等过了这段时间，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块儿了。延胜哥哥，不过婉儿，我担心沈云桥心狠手辣，还会利用沈氏来对付我们。如果你能……堂姐，出去，谁准你随便进来的？堂姐，是奶奶昨天让我今天来报道的。前世奶奶就是用同样的借口将沈婉儿塞进公司，她和穆元胜里应外合，给我找了无数的麻烦。不过这一次游戏规则我说了算。既然是奶奶让你来的，那你就先去秘书部报道吧。秘书部？那不就是干杂活的吗？我才不去呢！不愿意就滚出去，公司也不差你一个人。堂姐，我们两个都姓沈，而且还是姐妹，凭什么你能当总经理，我就只能当个秘书？这不公平！不公平？我当年进沈氏的时候，也是从底层做起的。你一没学历，二没经验，你直接空降到高层，这才是不公平。可能是奶奶让我今天来的。你不用拿奶奶来压我，沈氏现在我做主。况且，以你现在这种烂大街的名声，能进沈氏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沈总，会议还有5分钟开始。知道了。你还有问题吗？没问题的话，去秘书部报道吧。是，我知道了。明天下午要签约的那个项目很重要，策划案在我电脑里。重要的策划案。喂，延胜哥哥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沈云桥，这次我倒要看看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妻子下班这么久都不回家，我不得来看看。那谢谢你了。不用客气。不过对于沈总经理忙的事情，我可能觉得更有意思。有意思的还在后面呢。哦，你这么说，我越来越好奇了。给我讲讲。没什么可说的，之后你就知道了。你干嘛？公司有人能看见。怎么了？现在下班时间不会有人过来。再说了，咱们是合法夫妻，做点亲密的动作，合情合理。别动了，别动了。开会开了一天，头疼，让我抱抱。那我陪你去医院。你在关心我？我是怕你死在我办公室里，晦气。口是心非呀。要不这样子吧，你亲我一口，说不定我就不头疼了。想你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回家呀。你回家我怎么办？你这么喜欢待在这儿，办公室随便待。
哎，根据公司近几个月的盈利数据，我想说，不好了，沈总，原本跟我们约定好下午签约的合作商，10分钟前突然临时反悔，而且已经跟别的公司签约，现在官网已经发布声明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咱们不是连策划案都做了吗？他们怎么能突然反悔？我也不知道，而且他们公司所用的项目策划案跟我们公司的一模一样。是不是咱们的策划案被泄露出去？沈总，这个项目不是你全权负责的吗？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大家一个解释？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。调查？你以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能弥补你的过错吗？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来也需要跟你报备？要不是你泄露公司机密，导致沈氏丢了这么大的项目，我也不至于给你收拾破烂摊子。奶奶，您常年不在公司，这消息还挺灵通的。我这策划案泄露的事儿才知道，您人就已经到了。沈云桥，你身为公司的总经理，失职泄露公司的机密，你不配再待在公司里。从今天起，你要辞去总经理的职位，把位置让给婉儿吧。我不配。那么奶奶，您说谁配呀？当然是婉儿了，她聪明伶俐，又是你的堂妹，接替你的位置再合适不过了。堂姐，我知道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你也不想的。可是犯了错误就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接替你的职位的。凭你也配？沈云桥，这是怎么说话呢？我说错了吗？论能力，他的学历和工作经历都不如我。论人品，他勾引堂姐夫的事儿闹得人尽皆知。公司交给他管理，不出1个月，准倒闭。我们现在说公司损失的问题，你少跟我扯其他的。对，公司丢了项目，这个谁来负责？别着急，该负责的人一个都跑不掉。你干嘛？公司有人能看见。怎么了？现在下班时间不会有人过来。再说了，咱们是合法夫妻，做点亲密的动作，合情合理。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开会开了一天头疼，让我抱抱。那我陪你去医院。你在关心我？我是怕你死在我办公室里，晦气。口是心非呀。要不这样子吧，你亲我一口，说不定我就不头疼。想你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回家呀。你回家我怎么办？你这么喜欢待在这儿，办公室随便待。哎，根据公司近几个月的盈利数据，我想说，不好了，沈总，原本跟我们约定好下午签约的合作商，10分钟前突然临时反悔，而且已经跟别的公司签约，现在官网已经发布声明了。哼！沈总，今天晚上是沈氏一位合作商的生日宴，您要去参加吗？那既然是合作商，就去看看吧，记得带上礼物。好的。沈云桥，你这个贱人，我一定会让你不得好死的！喂，延生哥哥，你不知道，沈云桥今天还有在一堆人面前出丑。婉儿，别哭，他知道我们的关系，为难你也正常。但为了我们的计划，还请你再委屈委屈。可是延生哥哥，我今天被赶出公司了。什么？你不是昨天刚进公司吗？况且今天该滚的不应该是沈云桥吗？我听了你的话，把沈云桥电脑里面的文件偷偷给了沈家的竞争对手，
可谁能想到，他居然在办公室里偷偷安装了针孔摄像头。延胜哥哥，你是不是生气了呀？都怪我不好，都怪那个贱人，他算计我。现在想想，他就是故意的。延胜哥哥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要怪也怪沈云桥诡计多端呢。真的吗，延胜哥哥？你真的不怪我吗？当然是真的。行了，婉儿，我这边还有点事情，先挂了。婉儿这个废物！我要不是留着你后面对付沈云桥，我早就让你滚得远远的了。我知道了，你现在马上查查沈云桥今天的行程。云桥，这么巧，云桥，你也来参加宴会啊？沈氏和今天的宴会主办方认识，我来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这段时间没见到你，想你。云桥，小乔，我们和好吧，好吗？穆言胜，你有没有觉得你有点恶心？你说什么？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跟我老公齐思景的感情很好，你不要一次次的在纠缠我了。你一直这么伤感子，是想当小三吗？我以前不是听说沈云桥爱穆言心爱得死去活来的吗？怎么今天感觉像是穆言胜一直纠缠沈云桥？人家可都已经结婚了。一个婚前能跟未婚妻堂妹搞在一起的男人，人品能好到哪里去？幸亏沈云桥没嫁给他。云桥，我们好歹这么多年感情，你不能让我当众出丑啊！多年的感情，你背后谋夺我沈家家业，害得我们沈家一家惨死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多年感情？云桥，就算我们没法再和好了，你念在我真心爱你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你要不帮我，穆氏他就完蛋了。穆氏的死活跟我们沈氏有什么关系？小，你给我站住！穆言胜，你这双手要是不想要的话，我不介意把它打断。沈云桥，贱人！既然你不识好歹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离宴会结束还有一会儿，累不累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有点湿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沈小姐，我带你去更衣室换一下衣服吧。沈小姐，请。是你！是我又怎么样？现在反应过来已经晚了。你卑鄙无耻！卑鄙无耻！那还不都是你逼的？换个衣服怎么这么长时间？离宴会结束还有一会儿，累不累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有点湿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沈小姐，我带你去更衣室换一下衣服吧。沈小姐，请。是你！是我又怎么样？现在反应过来已经晚了。你卑鄙无耻！卑鄙无耻！
那不都是你逼的？换了一个真诚实。是我又怎么样？现在反应过来已经晚了。你卑鄙无耻！卑鄙无耻！那不都是你逼的？贱人，给你脸不要脸！气死你了！气死你了！穆延胜，穆延胜，季思景，小乔，季思景，你终于来了。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小乔，好晕，你中药了？好难受。你去哪儿？水，我要泡冷水澡。冷水澡？我在这儿，你还要泡冷水澡？小乔，小乔，小乔，你中药了？好难受。你去哪儿？水，你去哪儿？水，我要泡冷水澡。冷水澡？我在这儿，你还要泡冷水澡？小乔，咱们是合法夫妻。我只是喜欢季思景。行婚，行婚也只是你自己说的，我从来就没答应过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吵吵闹闹像什么话？我能不哭吗？我好好的儿子被人打成这个样子，我要是知道是谁干的，我非活剐了他不可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病人身上有多处的淤青骨折，不过好在送来的及时，没有生命危险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病人的下半身受到了重创，恐怕以后就……什么？我不能人道了！我可怜的儿子呀，我们穆家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这是。季思景，沈玉桥。什么？你说是他们打的你？这两个小畜生，这是要让我们穆家断子绝孙呀！我必须讨个公道回来。醒了，要不要再睡会儿？不了。怎么了？季思景，昨晚的事情只是一场意外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我们还是恢复到以前合作的关系吧。合作？沈云桥，从始至终你都觉得我们的婚姻只是一场合作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
从我们结婚到现在，你有没有一刻对我动过心？沈云桥，你确定大婚只要我出现，你就会跟我走？沈云桥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云桥，你是我的，也只能是我的。没有，我从来没有对你动过心。明明早就做好了这辈子绝对不要陷入情爱之中，可说出这句话时，我心里为什么还会不舒服？喂，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沈云桥，我现在有事要去机场接个人，等我回来，我们好好聊聊好吗？我们没什么可聊的，该聊的我也聊完了，你去吧，我也要去公司忙了。沈总不好了，怎么了？穆夫人来公司了，在公司大吵大闹不肯走。沈云桥，给我滚出来！滚出来！哪来的疯狗，在我沈氏放肆？沈云桥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？我打的就是他，怎么了？我今天就要打死沈云桥这个贱人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儿子也不会被打得这么惨，甚至下半辈子连孩子可能都没有。怪不得你上门来闹，原来穆言盛成太监了，破罐子破摔，活该！我还想打他亲人呢。我撕了你的嘴！你居然敢打我！沈玉桥，你打了我儿子，你害得我穆家这么惨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不放过我，要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不过今天你一来，我突然想到，好像还有一笔账跟你们穆氏没有算。走吧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妈，沈云桥，又是你！你对我妈做了什么？你和好母亲去我的公司大吵大闹的，我不过是帮你把人带回来而已，你紧张什么呀？我呸！你有这么好心？之前你母亲说你废了，变成太监了，原本我还不相信呢，现在看来是真的呀。你闭嘴！沈云桥，你把我害得还不够惨吗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当然是来要债的呀。之前你们穆氏借着投资的名义向我们沈氏借了20亿，现在期限到了，也该还了吧？沈云桥，你明知道我们穆氏现在入不敷出，你还来要钱，你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呀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，如果真的还不上，就由你们穆氏之前说好的股份来抵押。诸位好，我是沈总的律师。按照当时签订的欠条，需要穆氏10%的股份才能抵押这20亿。不过如今穆氏的股价下跌，换算下来需要15%的股份才能抵押这20亿。15%的股份？不可能，你想都别想！那我们就法院见了。那我们法庭见了。谁打？没事，这不重要。沈云桥，我一回来你就对我这么冷漠，莫非你是吃醋了？怎么可能？你不知道你现在吃醋的样子。宋田只是我爸朋友家的孩子，如果你不喜欢，齐思景，你跟谁什么关系？我一点都不关心，不用跟我解释。沈云桥，我知道你上一段感情可能有不好的经历，但是你不能因此来否定我，这对你和我来说都不公平。我会向你证明，我会给你幸福。我去洗澡。
喂，去给我查一下。思景哥哥，这女人是谁呀？她为什么住在你家？小乔，思景哥哥，这个女人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？看起来就让人讨厌。她为什么住在你家里呀？不行，我也要搬过来。够了，小乔是我的妻子，所以这里也是她的家。宋田，你只是我爸爸朋友的女儿，所以我对你客气。但是以后请不要再评论我的妻子，否则别怪我错。妻子？你什么时候结婚了？这个女人凭什么嫁给你啊？她哪里好？闭嘴！你没有资格评论。思景哥哥，我可以走了。别动，让我看看。谁的？没事，就这么。田乔，我一回来你就对我这么冷漠，莫非你是吃醋了？怎么可能？我知道你现在吃醋的样子。宋田只是我爸朋友家的孩子，如果你不喜欢，齐思景，你们跟谁什么关系？我一点都不关心，不用跟我解释。沈一强，我知道你上一段感情可能有不好的经历，但是你不能因此来否定我，这对你和我来说都不公平。我会向你证明，是你的幸福。我去洗澡。喂，去给我查一下。思景哥哥，你给我站住！我警告你，你给我离思景哥哥远点儿，你根本就配不上。识相的，你就赶紧跟他离婚，然后滚出齐家。你要是说够了的话，就让开，你等着我。你有什么好得意的啊？你别以为思景哥哥娶你就是喜欢你，我告诉你，他早就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而且喜欢了很多年了。齐思景有喜欢的人，那他昨晚对我说的那些话又算什么呢？思景哥哥对你啊，不过是图个新鲜，玩玩而已。等玩腻了，早晚会把你甩掉。他喜欢谁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啊，好疼啊！沈小姐，你太过分了，你怎么能推我？啊，好疼啊！沈小姐，你太过分了，你怎么能推我？怎么回事？思景哥哥，昨天我想着是我做的不好，所以今天我是特意来跟沈小姐道歉的。可她张口辱骂我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催我。怪不得变脸这么快，哼，原来是想玩这一出啊！思景哥哥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如果我说我没有推他，你信吗？我信。思景哥哥，本来就是他推我，你怎么能信他不信我呢？小乔是我的妻子，我怎么可能相信一个外人？你到底给思景哥哥吹了什么枕边风啊？你这个狐狸精！我没有时间陪你在这边演戏，下次如果还这样，我就告你诽谤。来人，把宋小姐请出去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踏入齐家半步。思景哥哥，儿子，今天感觉好些了吗？伤口还疼不疼？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昨天不也是好好的吗？好，我知道了，等我回去以后再处理。你这个怎么了也是？今天早上，一大批员工闹着要离职，几个牧师的重要合作商
要跟咱们学校合作。原本谈好了2个项目，现在也反悔了。现在公司简直一团糟。什么？这怎么会这样呀？肯定是齐思景和沈云桥，除了他们，还有谁会这么做？他们简直就是要赶尽杀绝！你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！老穆，医生，医生！小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你这2天心情不好，我是来特意赔礼道歉的。你怎么样了？受伤了？别碰，别碰！先起来。没事，我的手。那我们去医院吧。齐少这个手臂啊是轻微的骨折加擦伤，问题不严重，休养一段时间就好。谢谢医生。你还疼不疼啊？沈小姐是在关心我。还能开玩笑？看样子是不疼的。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甚至刚才拼了命救我？你真的想知道？是穆夫人，她叫嚷着说，夫人害了他们穆氏，所以存心报复。辛苦了。愚不可及啊！既然是他自己送上门的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你想怎么做？先把他送进监狱，好好去忏悔。至于牧师嘛，现在还差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，不能让他死得太痛快。你说什么？你妈开车撞水云桥被抓起来了，她怎么这么冲动？这不是让咱们穆家雪上加霜吗？妈现在估计也是受到刺激了，撞人倒不要紧，可都不能让人拿着把柄。叶正，你得赶紧想办法把你妈救出来。以前倒是轻而易举，可现在我们穆家已经大不如以前了。我尽量想想办法。喂，延胜哥哥，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。这不是最近工作太忙了吗？对了，婉儿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思景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思景哥哥，我听说你受伤了，特意来看看你。怎么样，伤口还疼不疼？没事儿。怎么会突然就受伤啊？也太不小心了。我去打个电话。思景哥哥，我真不知道你娶的这个女人到底有哪里好的。你都已经受了这么重的伤了，她不好好陪着你也就算了，竟然看起来一点都不关心你。宋田，我警告过你，不准在背后议论我的妻子。思景哥哥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这个沈云桥嫁给你，绝对是别有用心。而且那天我在她面前说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她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根本就是不在意你。你说什么？你跟小乔说我有喜欢的人了？你什么时候说的？就是那天他推我的时候，不过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一时嘴快。景哥哥，这个沈云桥嫁给你，她绝对是别有用心的。哪个女人听到自己丈夫有心上人，还会这么无动于衷呢？够了，宋田，我和小乔的事儿还轮不到你在背后说三道四，你可以走了。思景哥哥，出去！无动于衷是吗？沈云桥，我就不信你真的能无动于衷。也不知道沈云桥到底有什么好，思景哥哥凭什么这么维护他？早晚有一天，
我要撕了他那张狐媚的脸。这位小姐，我们可以谈一谈吗？你是谁？我是沈云桥的未婚夫。当初你和沈云桥退婚的事情，全是他算计你。我就知道沈云桥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不行，我要去跟思景哥哥拆穿他。宋小姐，齐少现在被沈云桥蒙蔽，他恐怕不会相信我们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沈云桥能这么嚣张，全是仗着齐少现在对他的宠爱。倘若他被齐少嫌弃，或齐少喜欢上其他人，他就翻不出什么浪花了。你有办法？宋小姐应该是喜欢齐少吧？我受伤了，你好好休养，早点休息。好啊，别急。云桥，我想先洗个澡，但是我不太方便，要不帮帮我啊？行吧，行吧，不帮就算喽，大不了伤口沾水，我自己放药就是。你等等，我给你洗。走啊！哎，喏，哎呀，你帮我把衣服脱了吧。麻老婆，你该不会是害羞了吧？我有什么可害羞的呀？我去给你拿毛巾。老婆，还有裤子呢！哎，老婆，你好主动啊！为什么我心里这么乱？而且，他有心上人，那现在对我又算是什么？暧昧？消遣？喂，怎么了？该死的沈云桥，这么久都不来，耍我是不是？哎，堂姐，你来了，快坐。有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堂姐，我是特意来跟你道歉的。上次公司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是我鬼迷心窍，你千万别生我的气了，好不好？你就是想说这个啊？那个，堂姐，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要求你。我听说穆夫人因为你被送进了监狱，你能不能高抬贵手放了她呀？我说你怎么那么大胆子敢来找我？原来又是穆言胜在背后撺掇。堂姐，你现在家庭事业美满，而我呢，我什么都没有。言胜哥哥说了，只要你能放了他妈妈，他就娶我，就当是我求求你了。穆言胜的母亲开车蓄意杀我，我不可能放过他。回去让你的穆言胜哥哥死了这条心吧，不光是他母亲，告诉他，穆氏，我也不可能放过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是言胜哥哥，我看沈云桥他是不可能松口了。对不起，我又没帮上你。算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挂了。言胜哥哥是不是对我失望了？我怎么感觉他对我越来越冷淡了？废了，这点事儿干不好。宋小姐，你不能进。让开！你瞎了眼吗？连我都敢拦着？我可是思景哥哥亲自接回来的客人。可是齐少枫说过，你不能进。那只是思景哥哥说的气话。齐叔叔和我父亲是多年好友，思景哥哥怎么可能真的不让我进门？起开！去给我准备一壶茶。思景哥哥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想着之前是我不懂事，所以今天我是特意来给沈小姐道歉的。
真的？当然了。思简哥哥，你先喝了这杯茶吧，等沈小姐回来，我一定好好跟她赔不是。弄疼人家了。这会儿嫌疼？你平时不是挺喜欢的吗？对不起啊，沈小姐，我和思简哥哥一时情难自禁，没有注意到你。齐思景，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解释的吗？看来你连个解释都不愿意给我了。小乔，小乔，思景哥哥，滚开！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那个女人压根就不喜欢你，她看见我跟你在一起，转身就走了。这样的女人根本就不值得你在意。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思景哥哥，我才是那个真心喜欢你的人呢，我比那个沈云桥好上千百倍。我今晚留下来陪你，可以吗？你少用喜欢2个字来恶心我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茶水里放了什么东西。你早就知道，你是故意的，你利用我。我不管你有多少小心思，你最好全给我收起来。但凡以后你出现在云桥面前，敢让他有半点不痛快，我都视你为挑衅。到时候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沈云桥，你真蠢！明明说好了这辈子不准备爱上任何人，明明前世都已经死得那么惨了，这辈子居然还敢对人动心。可为什么非要等我发现喜欢他之后再看清这一切？这样也好，早些看清，也能早些抽身。你醒了，小乔。我这是在哪儿？你刚才被摩托车刮到了，幸亏没什么大事儿。你还……小乔，其实关于我和宋田的事儿，你的私生活我并不在意，你也不用刻意跟我解释些什么。正好，借着这次机会，我们把一些事情说清楚吧。既然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我也就不耽误你了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跟你从一开始本身就是形婚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去离婚吧。你思来想后就跟我说这些话是吗？你要跟我离婚？我告诉你，沈云桥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你离婚。其实还真是奇怪呢，我都愿意成全你跟宋小姐恩爱，你怎么还表现得不开心了呢？我再给你说一遍，我跟宋田根本就没有关系。那天他给我下药，我是故意上当，我就是想试他，也试试你，看你到底喜不喜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我一直都喜欢你。喜欢我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我为什么不可能喜欢你？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人，怎么可能有感情？也只不过是小的时候，我们在宴会上见过一次而已。沈云桥，你觉得没有交集，那是你觉得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就没有交集？其实我在更早的时候见过你。听
说齐家那个小少爷自从被救回来之后，好像就不正常了。好几次我都听见他在病房里面大吵大闹、砸东西呢。小小年纪被绑架虐待，从鬼门关里走一走，不说才怪呢。小哥哥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你跟我一样生病了吗？你好像很不开心。小哥哥，这个送给你。妈妈说这叫平安扣，带着它能永远平安快乐。我现在就送给你。小哥哥，你看是流星，流星听见我们的愿望了，你以后一定会开开心心的。所以，你的答案呢？我心好乱，我也不知道。没事，小乔，我可以等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想跟你在一起。虽然我的心很乱，但是很清楚，我不想错过你，我也不想再等了。你是说真的？你不后悔？你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你出的什么破主意啊？让我去给思简哥哥下药，你知道害我多丢人吗？这么说，宋小姐失败了？废话，要是成功了，我还至于来找你吗？你出主意的时候能不能动动脑子啊？现在思简哥哥都不愿意理我了，还要把我送出国。早知道我就不应该答应跟你这种人合作。合作是2个人的事情，失败了，宋小姐就把锅甩到我脑袋上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况且，宋小姐主动送上门，齐思景都不要，难道就不该反省一下自己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一个被沈元桥耍到团团转的废物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呀？啊！怪不得沈云桥见异思迁，嫁给了思景哥哥，还不是因为你无能啊！贱人，你也敢教训我？放开我！要敢伤到我，我还放过你的！放我吧，也得有命在。这女人死了也活该，但绝对不能让人知道是我杀了她。嘘，闭嘴，别乱喊了，行不行？延胜哥哥，他是谁呀？是你杀了他吗？婉儿，我不是故意要杀人的，我也只是失手。哎呀，婉儿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，行不行？我能相信的只有你了。好，延胜哥哥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婉儿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太想你了，所以我才。延胜哥哥，他一直躺在那儿，一会儿万一有人发现了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就跑吧。跑是来不及了，要不我们……送钱找我。天哪，堂姐，你杀了人！发生了什么事？齐少，你也别怪堂姐，我相信堂姐她肯定也不是故意想要杀人的。哎呀，婉儿，沈云桥杀人已是事实，你还替他说什么好话？原来是场鸿门宴。我一进来就看到他躺在这里了。你们哪只眼看到是我杀的？这么着急给我定罪，心虚呀！堂姐，我本来也想替你隐瞒的，可是
我刚才跟延胜哥哥在门口路过的时候，亲耳听见你跟一个女人发生了争吵，然后你们一言不合，你就杀了她。堂姐都说知错要改，你就认罪了吧。那你告诉我，我们争吵的内容是什么？因为你听说他是齐少的青梅竹马，感情很好，所以心生嫉妒。穆延胜，许久不见，你的演技倒是好了不少。够了，沈云桥，宋平到底是不是我杀的？齐思景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相信我？人证物证俱在，我怎么相信你？我跟你说了，她只是我妹妹，我跟她没有什么，你怎么还是不肯放过她？好，真是太好了。齐思景，咱俩夫妻一场，你不相信我？我无话可说。明天我们去民政局办理。延胜哥哥，你说齐少真的相信我们说的吗？尸体就摆在他面前，只要我们咬死不松口，他不信也得信。沈云桥不是口口声声说齐思景对他百依百顺吗？我倒是要看看，齐思景以后还会不会要他。可我心里还是很慌。哎呀，婉儿，事情都走到这一步了，我们已经没法回头了。如果不想以后东窗事发，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烂在肚子里。延胜哥哥，我先去倒杯水。真是个废物，要不是现在你对我还有用。给我打电话干嘛呀？我都砸了这么多钱进去了，你现在告诉我治不好？我可是穆氏的总裁，难不成你让我一辈子当断子绝孙、不为人道的废物吗？你都听见什么了？啊？说呀！你听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听见，延胜哥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你抖成这样干嘛？怎么？听说我是个废人，你也瞧不起我是不是？贱人！你们都是贱人！婉儿昨晚远没回来，你知道她去哪了吗？我不清楚。你是婉儿堂姐，你妹妹彻夜未归，你居然一点都不担心？你……我在忙，先挂了。一夜未归。沈小姐，听说你们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是吗？齐少，方便问一下你和沈小姐离婚的原因吗？是因为感情破裂，还是传说中沈小姐害死了你的青梅竹马？请让开。关于我的私生活，我无可奉告。至于其他，你们还不如去问问沈小姐。我跟你之间没什么好说的。云桥，你和思锦怎么回事？怎么新闻上都说你们已经离婚了？是你，穆延胜。是我，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没想到现在落在我手上。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饶不了我。但你至少得有命活呀！
难不成你还等着让齐思景过来救你呢？在他眼里，你就是杀了他青梅竹马的人，他不会放过你。果然是你和沈婉儿下的诡计，杀死的宋田。是我又怎么样？他活该。现在我只后悔当时他死得太痛快了。疯子！我是疯了，这都是你逼的。假如你乖乖的嫁给我，乖乖的把沈氏放在我手上，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。这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是你自找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这番田地，是不是你活该？闭嘴！你现在没有资格教训我。假如你不跟他搞在一起，现在一切都是我的。下地狱去！住手！住手！沈玉桥，你耍我！你是故意被我抓住的。是，不这么做的话，怎么引证出动？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呀！我要让你为你自己做的错事付出代价。你抓了我又怎么样？杀了我吗？杀了你，我都感觉在我自己的手。你杀了宋田，你会得到法明我的报应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你有证据？那这是什么？果然是你和沈婉儿下的诡计，杀死的宋田。是我又怎么样？他活该。现在我只后悔当时他死得太痛快了。这算什么证据？这是你逼我说的。你还真会给自己想退路呀！拿不出证据了吧？拿不出来就乖乖的放我。谁说没有证据？谁说没有证据？你们两个不是离婚了吗？如果不把戏做得真一点，穆总您又怎么会上钩呢？原来你们两个一直耍我！你的美梦也该醒了，穆先生。其实知道今天这凶巴巴的样子，我以为你真的要跟我决裂了呢。刚拐到手的老婆，我怎么敢呢？宋婷的死，我也很意外。但是穆言胜和沈婉儿既然要把这个脏水泼给我，这个证据不好找。所以，穆言胜，你的美梦也该醒了。带上。穆言胜，我要杀了你！明明是你逼我的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扫把星！够了，住手！穆言胜，穆氏集团在半个小时之前已经宣告破产，而你下半辈子就等着在监狱里忏悔。前世的大仇得报，可我为什么还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？小强，小强，我怎么晕倒了？云桥，你怀孕了？真的假的？我怀孕了。当然是真的，都是我不好，最近没有好好照顾你，还让你卷到这些破事之中。好在你和宝宝没事。齐思静，应该是我谢谢你，谢谢你来到我身边，无论前世今生，都那么坚定地朝我走来。小乔，我有没有对你说过一句话？
说什么？从我见你的第一秒开始，我就想到和你共白首。穆言生，穆言生，我要杀了你！穆言生，我那么爱你，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了你，可是你呢？你打我，囚禁我，你还毁了我的脸，你是个畜生！疯婆子，你给我闭嘴！你混蛋！够了，沈婉儿，我把你放出来不是为了让你当疯子。堂姐，堂姐，我没有想陷害你，都是他，是穆言生，是穆言生的威逼利诱我，是他杀了宋天陷害你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堂姐，我求求你，你原谅我吧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都是穆言生，是他蒙蔽了我，我们可是姐妹，你相信我吧。疯婆子，明明是你逼我的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扫把星！够了！原来你们两个前世信誓旦旦的爱也不过如此，实在是太讽刺了。